台湾第一点。哦，这就是好的，对，它就像那个蜜饯一样，蜜饯 QQ 的，对，没有什么蒜头味。那这种呢？这个是一个早期传统的做法，它整体的营养素会继续沉降到这个蒜头。在这个村落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舞狮。没错，我们这边不管男女老幼老少，全部都有食物。介绍一下我们广沟村拳头庄最重要的家产——功夫虾干。这是什么虾啊？这是剑虾，现在就是剑虾数量越来越少，现在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我光闻到这个虾干的味道受不了了，哇，好好吃哦！这边科棚比较多，它食物链比较好。对，你钓过几次老说？老说几乎天天出来都有了。对，加油呗！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老说。哎呀，中了！你对云林的印象是什么？北港、斗六、虎尾，或者是花生、庙宇、布袋戏？在云林人眼中，沿海这一片呢，是属于一个红桃追味的区域。它土地贫瘠，但在这边的海口人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下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今天就来带你去玩一个很不一样的云林。Let's go！ 云林的沿海地带是人口外移很严重的区域，在这里不是农田就是西湖里的蚵棚。但是你知道，这里的四湖乡不仅是云林县，甚至是全台湾最多的蒜头产地。听说这里出产的海口蒜，不管在口味上或是气味上都是一级棒的。真的是这样吗？来去看看。Hello， 黄志，嗨，你好，你好，你好。哎。原本就不是高中才去台北念书，然后大学研究所都在台北，这样回来发现我们这边是蒜头最大的产地，但是呢，不止地层在下陷，人口下陷的更严重。海口这边基本上都是沙质的土地，对，它其实是适合种蒜头的。对，它适合种蒜，因为排水好。排水好。对，我知道蒜头的最大产区在云林，但我不知道它是在云林的四湖，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海滨长廊，它有很多风力发电，它有一个步道，它有一个生态公园，这些都是很漂亮的地方。但在这样的地方旁边，它其实种了很多的蒜头。但其实采蒜头蛮容易的吧？就拔拿起来就好了。对，因为它沙子它会叼住吗？不会啊，因为这个已经先请机器擂过了。哦，先请机器擂过了，为什么要请机器先擂过？这样子比较松，我们才可以这样子很轻松就可以拿起来。如果没有擂的情况下呢？没有擂就会像隔壁这个，拔不起来吗？你拔拔看，要很出力。但是也没有到多出力了。但是这个是就很轻松的，很轻松。那像我们这样踩起来，就把它丢在旁边。对，就是把它丢一区，放整堆，然后等一下比较在剪的时候就比较不用。那你这样子的话，我们蒜头是这样采回去就能够食用了吗？对，这样子就可以食用，只是说要保存的话，你一定要让它晒干啊。所以清明前后这时候买蒜头，就建议说你不要买太多的蒜头，因为这时候的市场的蒜头大部分是还没晒干的，对，还没有晒干或还没有烘干的。那如果这时候买太多的话，你吃不完，很容易就坏了，造成浪费这样。云林沿海东北季风强劲，因为风里夹带的盐分，所以这里的人都叫它咸水盐。盐分进到土壤里，其实对农作物生长有影响。只有蒜头却刚好相反，不止长得粗壮，结球也更结实，就连香气与辛辣度都没得比，所以生产的海味蒜非常抢手。所以是不要剪掉那么多，对不对？对，就是留个小平头的概念。对，小平头。只是说我们现在在请农民根不要剪得太干净。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不孝的商人会把进口跟台湾的混在一起。那如果台湾的蒜可以保留一些根。对，那消费者就很容易辨别，了。然后把这上面剪掉。对，然后就这样。这个嘞？丢掉。那个没有用。这没有用。对，就是到时候田里打下去做肥料这样子。这边的要怎么办？回去再晒干。对，回去再晒干。要晒多久？日晒的话大概需要1个多月。
蒜头要晒1个多月。对啊，你不是说它马上就可以吃的吗？对啊，马上可以吃啊。但是你如果要保存的话，一定要晒1个多月，要不然，很多人为什么买蒜头回去容易坏，就是因为他买到新鲜蒜了。对他买到湿蒜，湿蒜，他湿蒜了。失蒜了，对，它失蒜了，所以它就坏掉了。但是我以为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以为是像我们这样剪完 ，OK， 这个这样剪下去，哎，这就是蒜苗吗？没有，所以蒜苗跟蒜头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所以这是蒜苗，这是蒜苗，这是不同品种，种的好了，这一段就会很长。对，它蒜苗的话，那我们这一段能吃吗？可以，也是可以的。那个也是可以，只是说到时候会很小。哦，对，它就只有一点点，你看差这么多。对。好像这样，然后到时候它一半的时候，它又更小，还是可以吃啦。但就是吃蒜苗了啦，吃上半部了。对，吃上半部。哇，对，蒜苗归蒜苗。对，我们蒜头是蒜头。这个品种叫做大片黑啊。所以你说进口蒜大概差别在哪？进口蒜哦，我这边刚好有一颗。进口蒜，你看不拿出来比较，你没有觉得它差很多；一拿出来比较，你觉得哈哈，进口蒜比较茂骨干型。茂骨干。那台湾蒜比较那个莲雾型，有没有？但是以往我们在吃，好像在市场上买都是，好像像这样比较多哎。因为从这个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像西班牙或阿根廷的品种，它这个头都是中空状的，看，然后我们这个是有实心的，对，然后它还是会跟你写个云林蒜头。哦，真的吗？还是会写云林蒜头？说实在，我们云林蒜头是很厉害的，对不对？对，我们的比较比较香，比较辣，进口的口感比较像洋葱。我坐在蒜头田里面，我已经闻不出蒜头味了，因为这里整个全是蒜头味。对啊，其实还蛮香的，感觉坐在这边就不自觉饿了起来。有鸡，应该鸡不太敢跑过这片田，因为它就变成蒜头鸡了。蒜头鸡，哎，等下，像这样剥2颗，这个也要剪吗？哎，这个没有关系，你可以这边剪掉，可以这边剪掉，都可以，那没有差。那个就是我们所谓半天蒜，半天蒜很贵哦。哎，真的吗？对，我刚丢掉了。对，为什么会很贵？因为太费工了。哎，半天蒜又来了，半天蒜。哎，你看，我从上面剪掉，然后这里哦，然后半天蒜也特别的辣。哦，真的。郑贝贝，你不是很喜欢吗？最近肠胃不好。最近肠胃不好，对不对？来你。这头是我。这题材不是你找的吗？你不吃辣吗？我不要，好不好？我刚不叫过。很辣哦，半天蒜。但是这个半天蒜如果拿来炖肉，一定很好吃。我跟你讲哦，你要花多少？不用了，我认识你，基本上就不需要什么成本了。我这里蒜梗上面半天蒜超多的。对啊，我直接这边剪。对啊，真的。每年清明前后就是云林蒜头的采收季。黄志虽然在四湖出生，但15岁就到外地求学，直到硕士毕业，看到家乡正在老化凋零，4年前决定返乡，想要借着年轻人的力量帮助在地农民，而第一步就是自己拿起锄头种蒜头，希望能为家乡的蒜农尽一份心力。哦，它就这样挂就好了。对，把它找平衡点是不是啊？互相靠着，互相靠一下，这样子会比较稳。啊，为什么要用网子？为什么要用这个网？比较透气啊。但它没有办法像以往我们晒稻谷啊，晒，比如说一些菜啊，会丢在地上这样。这样晒不多啊。晒不多，对啊。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晒比较多。对，这样子一架，这样大概可以5000斤啊。5000斤？然后就摆在这里晒1个多月。对，狗也不吃吧？狗不吃，对不对？对，乖，给我吃蒜头，蒜头筋这样。不乖的话，哦，不要再把我了，这样子。OK， 这样有一种晒法啊，这种呢，我刚刚有看到这种晒法，这是又不一样。对，这不一样。那你怎么会想到这样做？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早期传统的做法哦。以前是这样晾的吗？对，以前是这样晒蒜头。我们刚才不是在田里把它剪根啊、剪茎啊。以前是整个起来，它是这样子，然后用这样子就下去晒，因为这样子晒的好，就是说它整体的营养素，会再继续沉降到这个蒜头了。哦，而且有点像后熟的概念。对，它继续还在吸收的营养。对，只是说现在
这样子太不符合经济效益了。所以是蒜头里的精品就对了。对，我们当成就是说蒜头的农艺品来卖。你既是农产品，它又是一个艺术品、工艺品，看得赏心悦目，然后想要吃的时候你就拿剪刀剪一下。哦，其实是这就好像我们在种植那个观叶植物一样。对，我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很好一进去的大厅，然后你有一个这样像屏风的概念，或者是有一个打个灯，然后在那边，其实是很漂亮。对，这样子家里会增添一些生活品质。因为有这样的东西挂在家里，如果你把它整理干净的话，对，其实是蛮好看的耶。是，对不对？就增加了很多的那个乡间的那种浓味。黄志总会从采收的蒜头中，先挑选出形状最美、结球最大的蒜盅之后，作为文创品贩售。不止打破蒜头只是配角的印象，更大大提升了蒜头的身价。晒完的蒜头，黄志领着我穿越村落的巷弄。他说，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品尝一下在地人的蒜头料理喽。黑蒜头，我以前吃到黑蒜头，我也是用竹片的。我们现在要怎么做？里面有放一个盘子，把它垫高，对，然后你就竹片把它摆上去之后，对，最主要是要把它架高，因为里面的水分会跑出来。黑蒜头在接触到水分，它就是不会坏掉，不会成功。阿白我们就直接一颗一颗，把它一层摆好。对，它只能摆一层嘛？没有，可以摆好几层，然后金属这个旁边的部分，也尽量不要接触到。然后这个厨房纸巾就这样子，垫上去，然后再摆另外一层，再摆另外一层。那这样子要蒸多久？快的话6、7天就好。6、7天？对，那慢的话，超过15天。好的时候一样在上面你再放一个。对。好的时候你就把它盖起来。对。盖起来的时候呢，要注意这边不要把它压下去。就只是用保温的意思，只用保温就好了。对，用保温就好。保温到6、7天的时候，这时候你掀开看，它已经变这个颜色了，那你就是差不多在1、2天。然后就很多人自己做黑蒜头会觉得自己做的黑蒜头不好吃，很软烂，对，吃起来好恶心哦。对，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水汽太多了。它这时候只要一根筷子，你就把它放在这边，就这样子摆着，就再这样保温。对，然后它就会把黑蒜头蒸的比较干一点，它就是会变得比较 Q。那你说这边有好的？在这个村落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武术。没错，我们这边不管男女老幼老少，全部都有食物。介绍一下我们广沟村拳头庄最重要的家产——功夫下看，好好吃哦。摘完得一点，这就是好的。对，好的时候就是这个颜色，它就好了。然后那我可以拿起来吃吗？它就像那个蜜饯一样，蜜饯 QQ 的。对，它吃起来，没有什么蒜头味。哇，好酷哦，好酷哦！哦，原来黑蒜头其实这么简单，一般还觉得黑蒜头好像很难，然后你会觉得它放在那边它会不会坏掉？其实没有，它就是要靠它发酵。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如果当然做成功，这样很 Q 很好吃。那你如果没有做成功的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煮鸡汤。所以就是用这个黑蒜头，黑蒜白蒜各一半，煮起来味道超好。哦，你看这个，哇，香哦。哇，好吃哎！那蒜头鸡里面多了一个那个甘丁呢，它的甘甜是有黑蒜头我们刚刚吃的那种蜜饯味的甘甜，然后它又有蒜头味，蒜香气，所以黑蒜头对身体是好的，对身体很好。那你还有做什么？我看你摆醋是要做什么？可以做糖醋蒜，糖醋蒜我们就可以当开胃菜。糖醋蒜的做法也很简单，用新鲜湿蒜也能做。只要将剥皮后的蒜头入滚水炝过，充分的沥干水分之后，再以1:1:1的比例，先将蒜头放进罐子里，再放糖，最后再倒醋，等待6个月的熟成，就是一道美味又可口的餐前开胃菜喽。就这样，对，就这么简单。然后接下来就是等时间魔术师了。哦，你要吃一颗看。好香哦！哦，好吃哎，这个我觉得可以当零食哎。OK， 好吃。这方式都是最简单的方式。
黄志说，虽然蒜头的市场价格居高不下，但产地收购价却是少得可怜，所以他成立生产合作社，运用自己企业管理的专长，以自产自销的方式推广云林特有的海口蒜，为农民争取到应有的报酬。下次来云林，别忘了带一把蒜头回家哦。听说在海口附近的聚落跟村民呢，每个人都是很强悍的，而且他们身上呢都具备了一种功夫，到底是真的功夫还是什么功夫？我们今天就来去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功夫。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就是说，在这个村落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武术吗？没错，我们这边不管男女老幼，全部都有习武。确定？确定，哎，非常特别。所以你从小也是习武？我有习，但是练不起来。对，还练不起来。对，但是我们这边随便看一个都会。真的吗？你随便找一个，我们来看看路上有没有人。就他。哎，阿伯。哎，阿伯你好。你好，阿伯你好，阿伯你好。阿伯你大家的嘛？我大家个。对，阿伯你有练武功无？加减啦，加减。真的哦。阿伯，啊你练一下，练看。哇，我给你看，我来看，我看到有把劲。嘿嘿嘿，来，小心不要被阿伯踢伤了。好。对，阿贝，哇塞！昆廷说，广沟村可不只是人人会习武，甚至还有个总部，里面才真的是人才辈出，从小孩到大人，男生到女生，个个武艺精湛，到底多厉害？去看看就知道。豆哥，这里就是我们顺武堂的总部哦，是哦。等一下带你看我们这边最厉害的武术的推手，第4代掌门人苏金苗老师。这个要柔软。我们现在正在练。老师，哎。这边的村大家都在学武术，为什么？早期通信不发达，对，交通不发达，对，那乡民要自己保护自己，对，否则的话，警察局离这里也有距离嘛，很远很远哦，那只好自己把武装起来。哼，所以乡下地方武馆非常兴盛，是，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哦。这个是什么？丈二金刚，丈二金刚是丈二。那这个练呢是用来做什么啊？战车它可以把它绊倒，或是马车绊倒以后就可以歼灭。可以借我看一下吗？借我看一下。哇，等会来试试。这个其实试试看。主持人来，打一手。我跟你讲，我刚刚就是觉得这个很难，这个真的很难。先运气一下。哎呦，可以哦！没有，这一只手真的很难。所以我跟左手这可以试看看，右手也要训练，左手也要训练。哇，这才是武术村。完蛋了，这个丈二到我手上就不举了，你知道吗？不行啊！男生不能说不行。哎，这个真的，我真的举不起来，真的举不起来。2只手是可以的，但是1只手没有办法。你这么壮。应该没问题吧？这真的没有办法。所以说这要训练。哇，好厉害哦！您练这个练多久了？我也是从小就开始。从小就开始？是。多小？你练几年？啊，练几年？那表示我的年纪有5岁开始到现在55年。哦，真的？我没有停过。那我们社区就专门在做一种向下扎根武术的传承，是，然后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还行销我们自己的广播社区。所以有机会都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你也可以走进武术村里面，
你也可以自己试试看，对，到底万年全省的举不举得起来，好吗？这个真的好难，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哎。只是说还想不想再试试别的？还有很多样哦，豆哥。所以豆哥，你看我们这个武术尊很特别吧？蛮特别的，对蛮特别的。那我现在带你去一个地方，也是蛮特别的。它也是功夫，就是我家。你家？我妈妈也有一个独特的功夫。她也有功夫。对，来带你去看看。看，来看看。昨天那个苏老师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做武术要保护我们这边最重要的家产。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广沟村拳头庄最重要的家产是这最具特色的功夫虾干。功夫虾干，所以你说你妈妈的功夫是什么？就是剥虾干。哦，剥虾干，没错。这是什么虾啊？这是剑虾。剑虾。我觉得他们用这样的一套方法来包装了广沟村跟蒜头跟他们的功夫虾，还有这些老年人们，大家有一些运动武术上的运动，其实听起来就是很舒服，其实是很好的。这是我妈妈。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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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这边生活是相当好的，你看年纪就这么大，然后也是很硬朗，环境很优美啦，环境优美，而且他们也有练过功夫啊，有，也有练吗？都有，都有练一些。你马上怕滚哦，当然，你嘛会，你嘛会，拢会，会我嘛会，你嘛会，会哦。剑虾做成虾干是要做什么用？入菜啊。入菜。那个时候有推出那个风味餐哈，最主要的虾干煎蛋，这是阮家家户户，你看因上介简单的就是虾干煎蛋，啊你白肉粽炒米粉、炒饭都可以 OK。所以它那个虾干就是我们一般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小的那叫黑逼。哎，对啊，但是你们怎么用这么大？成本这样不会很高吗？对，这个成本非常高。对，因为阮吼这个煎虾阮会分大中小。大中小3个尺寸啊。哎，对，最小的哈，我们就来做那个虾米。做虾米。啊，这个算是大的。啊，这个是中的。这是中的。啊，那大的哈，一般都是白煮。哦，咱那个可以来杀起来安尼，杀起来安尼。啊，所以我们在这一边西安，在云林外海这边最常捕捞到是剑虾。对，剑虾在全台湾有哪里可以捕得到？主要其实我们云林这边，或者是基隆那边之前基隆也有。对，但是现在就是剑虾数量越来越少，所以这里越来越珍贵。现在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啊？真的吗？真的，没错。然后你在吃这个虾干的时候，特别去嚼那个香味，它越嚼越香。我光闻到这个虾干的味道受不了了，哇，太香了吧！好好吃哦，它有一点很像干贝的味道哎。台湾第一点，数量越来越少，其实也是跟生态有关系吧？对，有。一般吼，这一些阮拢去到东石布地遐。东石布。啊，你去，你家己去访问海渔民，大家拢爱叫。真的哈。嘿，迄个虾啊掠无，鱼啊嘛是掠。鱼啊嘛掠无。啊，嘛是掠无掠足少的。啊，你做几岁开始做这？这不是几岁啦，这几落代的啦。几落代啊！哇！啊，你以前永早的时阵，你咧买虾的时阵，以前的虾啊介济对无？对，应该较济。应该较济。后年的较济。啊，即摆差就济吧？我差较少咯。哈。即摆就变就少的嘛。以前的数量可以有多少？不是几落百，那种几落千，几千斤呢？对。啊，现在剩下几百斤。可能没有几十斤。现在有时候一天几十斤而已。差这么多。几十斤，不是几百斤哦。原来大自然的变化总是快得让人措手不及。原本多到吃不完的剑虾才能做成虾干的动机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难忘虾干的美味，才延续这个传统，也让眼前这些剑虾显得更珍贵。所以你们从小的时候就是背黑啊，这爬这要晒多久？
要看天气啦，一般都是2、3天啦。晒2、3天哦。对啦。以前虾干是因为他们就是以前捕到非常多，对，所以以前保存不容易嘛，对，所以他们都会这因老爸教我嘛，我叫你啦，对啦，叫你啦，这老爸我叫你嘿，啊啥？你你要讲教你什么？我有看到啦。真的吗？伊教你啥？你给我看，你给我看一下。那无爱，我无爱。我弄过。啊，你个一直讲，啊，个无爱等，你是要讲新生的哦。所以他说，你说以前就不好保存，因为对要非常多，但因为要保存，就把它弄晒干。嘿，没错，以前是这样做成虾干，但是后来因为大家从小时候他们都有吃过虾干，对，所以吃起来真的那个口味真的会令人就难以忘怀。所以现在他们才会，不然有一句话就是说，亲家拢无搞个爬瓜，对，所以他们就特别的拿这些虾子来做虾干。但现在真的是反过来的，对，反过来真的是亲家不高啊，你都爬瓜。以前是哇。亲家你食伤饱，啊，过去杀来拍光，对，啊，今麦真的是亲家不高啊，可能个要拍光，哎，这真正亲家不高，恁个要甲创我拍光。有啊，就是因为太好食了，是哦，太好，所以哦，被你讲成这样，那有虾干可以吃吗？现在可以啦，可以哦，可以啦，你们要吃的话，可以一点点啊，一点点呐，真的是一点点，因为没有了，对，真的是没有。以前剑虾盛产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晒虾干，但是到了现在，就只剩1、2户还有持续在做，而且真正要花功夫，因为从剥虾到晒虾，还要不时翻面才能晒得均匀，真的很干乎。3天之后，香气也渐渐浮现。既然这是在地人极力推荐的私藏美味，今天不怒吃一番怎么行呢？哎，刚刚我听你妈妈在讲，现在。也许我们拍会是最后一次，有可能，有可能，再来对不对？可能就没下。我刚听到我吓到，拍最后一次拍为什么？因为他有钱也买不到了，现在没错，也没有了。好，现在几个就是，哎，这是你妈妈做的粽子，对不对？对。那我吃粽子的时候，你方便煮一下那个豆蒸面吗？现在，然后放下去以后呢，计时6分钟就好，很简单。好好喝哦，它不是那么死咸的感觉，没错。而且妈妈在做的这种古早味肉粽，哇，就是虾干加这个肥肉加这个饭下去，哇，哦，可以哦，我觉得这虾干在肉粽里面的那个调味啊，非常好，它整个的咸甘味，对，它是从虾干来，可以带出来，鱼虾干正统的南部粽的做法。所以你小时候就吃这个虾干，没错，我吃虾干长大的。对。然后你在吃这个虾干的时候，你特别去嚼那个香味，它越嚼越香，因为它就虾干就等于把这个剑虾的整个香味都浓缩在它里面，所以你吃起来它的那个香味是会慢慢的从嘴巴散开来。它跟我们以往在肉粽里面吃到那个黑逼的感觉完全不同。虾干吃下去，你感觉就是在吃到一个有虾子味道的肉，它像肉丝。像肉条的感觉。对。哎呀，但好可惜哦，它将来有可能就没有了耶。没错。对啊，这是没办法的事。对啊。4、3、2，好，捞起来。我捞起来给你看，然后我再来煮那个水波蛋。因为你们的鸡都有吃虾壳，对，所以听说那个蛋黄上是会有虾味的吗？对，而且也会比较红，然后这个加一点点醋，一点点就好。有拌吗？你可以把它拌一拌，把它拌一拌，拌一拌。哦，好香哦！真的吗？哦，真的很香。好，不要再动，不要再拌了。哦，来，不要再拌。等一下，等一下，马上好。所以这虾干是要煮的。对，它跟生虾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变红，就是熟了。太奢侈了，对，因为没有了，对不对？你知道它没有了，它现在真的没，哎，你看，对，它整个放上去这个颜色现在怎样？红色的，哇哦，这稍微烫一下就好了，对，让它整个熟就可以了。奢侈的吃法，真的，真的，这样太奢侈了。你来到了产地，从产地上到餐桌，这么容易的事情，你不现在吃，你要什么时候吃啊？我光闻到这个虾干的味道受不了了，哇，太香了吧！整个鲜虾的味道都出来了，有够香的。先吃一个原味先。
好好吃哦，它有一点干贝的感觉，很像干贝的味道哎，哇，可以。哇塞，来放。因为你们的蛋也是有虾的味道的，对，不是？化开了，哇，这真的，哇，可以，连这个虾一起，好，你吃吃看，你试试看这个感觉怎么样？多了一个海味。有啦哈，它那个海味的感觉就是让你吃起来，它是剑虾，但它又像干贝，没错，真的很不一样的口感。对，但是也有一个可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有什么样的食物跟什么样的物种在这个世界上正在迅速的消失当中？这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下的。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但绝对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情。虽然说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现在不做，它只会消失得更快。OK， 标杆，一尾难求的剑虾干，可能只有来云林才尝得到了。接下来我要跟着很爱钓鱼的在地人阿嘎，搭着他的船筏，从云林的金湖渔港出发。他说附近因为有蚵棚，水下生态很丰富。一起跟着他看看今天能有什么好收获吧。这里属于口湖乡。口湖，对。所以这一整段的海洋资源算丰富吧？丰富。我们这边大部分蚵棚比较多，它食物链比较好。对，我们这边它有分浮的跟像这个是立棚嘛？对，还有一种是钓的。等一下我们出去的是浮棚。浮棚，对。我有听人家说有蚵棚的地方，水的生态都非常好。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些小虾、小鱼会附着在上面啊，对，小螃蟹啊，等于是外面大鱼的buffet就是在这边。没错。你今天要带我们出去钓什么？今天我们钓的是，你钓过几次老梭？老梭几乎天天出来都有了。对，加油呗！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老梭。哎呀，中了！摘完第一点。今天我们钓的是沙梭。沙梭用什么？我们今天带的是红青虫。红青虫，对。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它的那个体型会比较大，我们大概都是称它老梭了。老梭，对。那个可以做沙西米等级的。沙梭做沙西米？对，没错。那个很高档，听起来有点怪。确定呢？确定。蛋呢？来看没啊？我跟你讲，外景主持人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知道？我自从主持外景以后，我就从来没有自己勾过饵。这种我没钓过。这是天平。哦，天平的钓法。天平。竿子下去，我们直接用竿尾下去拖停，你会感觉有在吃了，就是。它现在拖到沙地上面，这边都是沙子，对不对？下面都是沙地。它有一个是在那边。就是天平那个签有没有？哦，有吃啊，有在吃。在电呢，还不错哎，蛮好的啊！我不知道，要不然刚刷了就有，开枪就有。对，你如果多等几下的话，它可能会1只2只，那你多是3只的话，再多等一下可能3只，就拉起来就整排的。真的？对，那通常大只的话呢，就是1只你就要拉上来了。它刚是这样子哎，它不会吃掉了吗？不会，没那么快了。是哦。啊，有可能是别的鱼种也会啊。哦。因为虫的东西它什么鱼都会吃的。对。那它有什么技巧吗？技巧就是收的时候不能太快。哦。对。然后也不能放在那边不理它。对。
这种鱼，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不一定找得到，所以很少人有，比较少。good job。有没有大的？哇哦，不是，掐起了。哦，漂亮，那什么？掐起了。哎。等一下的话没有，你拖的话，如果收回来，你觉得大概在哪个点钓到，你等一下一样要丢那边，鱼就是在那附近。好像有哎，有啊，好像有哎，有了，我就说好像有哎，沙梭来了，这就是沙梭哎，而且那个哎还没吃掉哎，大哥来，对，小的嘞，这小的，那这要放回去吗？这是小的。这可以放回去吗？这种赛事他们都是用炸的，用炸的。哎，怎么样？用到软丝干的无讲，我跟你讲。这么哎，你钓到了？哦，这什么？冰晶来，冰晶哦。那个冰刺鱼。哦，真的哦。那个有毒啊？那有毒。有毒。看到它的刺有毒。哦，大只的哦，这个大只的。有了。再吃不一样。对，有了，比较大，有中了。有，还是一样，比刚刚大一点点。对，看到没有？下次不管钓什么鱼，都请给我软丝干。正确，软丝干手感可能平常有在钓就，用这个重钓蛮省的哎，刚钓到现在饵还在哎。哦，不要，这支竿子好用。又来。比较小一点，比较小了，这太小了啦。哦，那个油炸很好吃。啊，这群北部大概这样子，他们就说很大了。啊，北部这样就说很大了。对啊，他们那个围子那么小的，真的哦。北部、南部他们这个就算很大了，啊，在我们这边算小的吧？对，没错。不错，每竿都有中鱼。对啊，而且它跟钓软丝不太一样，是软丝我们要一起浪。对。一直要去晃那个饵，抄那个哦，抄的比较大哎。这个在这边算小的，真的哦。对，有了啊，有没有？从来没有钓鱼钓这么开心过的，本来要赶高铁的哎。哇！乌波了，哎，大哥，我觉得你帮我解鱼饵你就很忙了，所以它都是头是露在沙子外面，对，没错，眼睛跟头露出来，它就这样露这样，对，它就露这样，哎，没错，如果有饵出来就推出来，然后再弹回去，速度很快。先说呢，它的这个侧腹的这个线也很漂亮，这边有一个角度是有颜色的，对啊，紫红色这样子。这种鱼它很干净，只有一条肠子。哦，真的哦。哇，沙梭哎，原来沙梭这么好玩哦，不知道哎。以后我们都常来钓沙梭吧。这里除了有沙梭，还有什么？哎，冬天的话是 OK，对，黑鲷。然后他们钓友都俗称它叫黑鸟。对，因为这边的 OK 比较大，体型比较大。潟湖和科棚变成了许多鱼类的栖身之所，因为丰富的食物供给，不止黑牛比其他地方大，就连沙梭都有魔王级的称号，叫老梭，而且百发百中。阿嘎说，在这里钓沙梭很简单，连小学生都能轻易上手，这让我更想看老梭的真面目了。老梭，哎呦呀，你钓过几次老梭？老梭几乎天天出来都有了。对，这样摇摆。你说像北部的老梭，大概就属于这样子而已啦。对。这边的老梭你比较多，大概这样吧。差这么多，差1倍。好啦，试试看有没有这个运气啦。对啊。哎，快，其他船来了，快抢了，要来看这样大家就他们都甩到我的位置。不够远。这边的沙洲都是怎么形成的？从北面那边吹过来。那它地形会改变吗？都已经改变了。还会再改变吗？每一年都会变。对，现在这边就很浅了。哦。这边我们现在人下去的话，大概在到腰而已吧。啊，真的？对。那这样会有老梭？对。中了！哇，没败哦。哎，有比较重吗？有中。哎呦，
啊，太小了，小东西，看到了，超小的，没关系，这个放升级的啦，放生的哈，放升级的，不要放可以吗？不要放啊，放了，这太小了啦，放掉了啦，这小的很好吃。不行啦，你没有小的回去，怎么会有大的？对，对不对？改天大一点再来钓它。哎，叫它回去长大好不好？不要这么小就出来见世面，对吧？阿长，你把它放到我旁边，我会压力很大啊。哎，没想到我也有可以给人压力的一天。压力大多了，没有动静。他钓老说钓不到。来，搞不好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老说。哎，怎么看见？哇，大的，这个大哦，这个有大，来了，好像不是沙梭呢，是啊。哎呦，坏了，老说了，真的，老说来了，真的老说来了，真的老说啊，对，啊，哎呀，中了。待完第一点，中了！哪里丢？中了！老说，老水头大！天哪，超大！那还算小，还有更大的呢。哎，太大了吧？不会，这个算还算中的。这只等一下要杀青你的，真的吗？不可以跑掉。哎，天！哎，24.5，你知道这是什么？为什么我知道吗？真的。我这有个刺青，对不对？哎，我上一次钓的那个苦花，苦花拉到的距离就在这里，24.5公分，24.5，哇，它力量很大哎，对啊，它力量很大哎，我这样抓其实有会掉，我怕就这样弹出去，我的老说就没了，跟里面那个差那么多，看到没有？你看两个，这个大小，好了，不错。居然那边还有老说的话，我再攻一只好了。哎，舍不得走哎，怎么会这样？不想走哎。又有，靠，又是老说。哎，不是，这不是老说了，这小说而已，这小说。我觉得你应该钓个传说会比较好。哎，其实不小哎。其实也不小哎，哎，老板，老板，你的说来了，而且他一次给我摇2钩哈，你看这里我摇的哦，有时候会吃3钩哦。对，有看到？对，那个大哥钓的真是不错，你知道？果真手到擒来，就先做一盘生鱼片，看看这一片片晶莹剔透的鱼肉，听说在高级日本料理店才吃得到。而这盘在地人超推的炸沙梭，滋味等我上桌吃了再跟你说。哎，这样的景象很像我以前在宜兰的大溪渔港啊，然后住朋友家，然后他们家就是全是海鲜，这个就是沙梭哦。对，我们刚钓的。那怎么吃？你教我一下。你教我一下。从尾巴开始吃。啊？从尾巴开始吃？没错。示范一下，尾巴它是最酥的。对。然后慢慢吃。哎，好吃哎。它有一个独特的香气。对。然后再从中间背部开始吃起。从背部开始吃。从背部。对。然后中间那个龙骨就不要吃掉。然后龙骨又跑出来，生动。哦，我觉得沙梭有一个独特的香气耶，它是给你的嘴里面会有清香，干嘛呢？对，清香。沙梭一般来说在北部的沙梭就比较小的，不是说像我们口湖这边这么大的。它如果只有这么小，它怎么吃？整只炸酥一点，整只吃，整只吃，但是整只吃的感觉很不一样。你知道吗？曾北北。我们北部有这种东西吗？有啊，少一点而已啊，不是啊，是有这种样。恁客鱼的感觉，你知无？那吃起来刚客鱼啊，但是我客是沙梭呢，对吧？因为沙梭一嘴就吃了，我分过6嘴，自己丢。好酷哦！所以你等一下吃那个沙西米的话，它是甜的，都不用什么料理，就是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在地的特色，像我们口湖这边，那全台湾你吃到的蚵几乎都是从这边出去的。但因为它有蚵棚，所以它的海洋生态非常的好。对，所以它里面像沙地、东北季风堆起来的沙，对，就会有我们的沙索。对，夏天它要进来，夏天进来。就是说以这样来看的话，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栖息地，那就是把它维持好，但不要过度的破坏。然后我们抓大放小，那你的食物的来源就会源源的不绝。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大海它是一个银行，你如果拿它的利息，它会生生不息；但你如果取本金的话，它很快就没有了。今天的节目有没有什么获得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